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生存游戏玩家加空拍机有没有搞头。之前呢，我们先回复上一次留言的朋友哈，他说那个上次我 AAP01装红飞镖那部影片呢，那个测速方面我没有拍清楚，所以我再拍一次给大家看。好的，那留言回复完之后呢，我们就直接介绍我们的 Air2 了。那这部 Air2 呢，它的重量呢是570克，折叠起来呢是18公分乘以9.7公分，再乘以8.4公分。我说的是长宽高哦。那展开的话是18.3公分，25.3公分，再乘以7.7公分。那最大的续航时间呢，听官网说啊，极限是34分钟，比一般它所出的其他空拍机呢是多出非常多的时间。最大的抗风等级呢是5级风，通常对我们这种躲在山上啊，在玩的生存游戏玩家来说，其实5级风是非常的够用。那它的感光元件呢是1/2英寸的感光元件，听说它可以支援到8K 120帧的画素。其实我要1080P。然后4K 就 OK 了啦。重点来了，因为它有智能跟随系统，所以呢，它会有前后跟下面的避障功能，但是没有侧背功能，这是唯一一点比较可惜的地方。好的，那它的基本介绍完之后呢，我们就试飞给大家看哦。我们现在来到文心森林公园的机车停车场来测试，因为这边离我家比较近，平日这边的机车停车场也比较空旷，所以就在这边做初步的测试。现在我来设定一下追踪自己。那大家可以看到镜头有在动一下，代表已经追踪成功了。基本上在空旷场地上追踪目标其实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我们下场玩生存的场地比较没那么空旷，所以等下来测试走旁边有很多树的走道，看看它的智能追踪以及自动避障的功能如何。现在我要开始走进树里面哦，那正式的测试就要开始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下方有2个牌子跟2棵树，看看它是如何做一个闪避的动作。那它现在侦测到有障碍物了，直接从2块牌子中间穿过。这边空拍机停了一下，有看到我的动作是在看遥控器的，因为很怕它没有追到我，所以想说走过来再设定一次。好险有跟上。那我们现在继续走吧。其实这边的地形相对我们生存游戏场地比较下来是可以算简单的，所以这一关是算通过。那接下来我们走到桥上去，看空拍机会有什么反应。现在很明显看到空拍机瞬间下降，正好前面又有一棵树。这时候我回头看看有没有跟上来，我看到的时候好像又卡住了，所以我又往回走了一步。空拍机又侦测到了，马上又回到我的后面。所以这边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是直接跟着我上桥就好，还要飞到另外一边比较多障碍的地方？像这边第2座桥的时候呢，空拍机就还蛮正常的，直接跟我上桥。现在看到我一直回头，是因为又怕它又再卡住一次。结果呢是顺利通过的。那出了树林之后呢，接下来我要测试它是不是追得到我，因为我们在打生存的时候，免不了一定会跑步，另外会有其他障碍物，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模拟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很智能。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在起跑的过程当中呢，空拍机前面有2个障碍物，它是顺利通过的。那跑到这边的时候，我皮包掉了，这时候我做一个折返的动作，大家可以注意到我折返动作其实根本不快，但是在我折返瞬间呢，它就已经跟丢我了。所以记得折返跑的时候呢 ，Air2 很有可能会追不上。好，那现在我们来测试，在我过山洞的时候 ，Air2 到底会从桥下过还是桥上过，或者是说它干脆就像刚刚那样子停下来呢？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吧。好，那现在我到了桥下了，因为桥上有人要通过，所以我在那边等那位大叔顺利通过之后再测试。OK， 那大叔过了，我们来测试一下吧。那这边我测试的时候真的感到蛮惊喜的，因为我以为他会直接停住，想不到他会越过桥继续跟着我。那基本的测试已经通过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到场地测试咯。那现在我请枪友当 model 来测试看看，在我们比较剧烈的动作下 ，Air2 的智能跟随效果会如何？好，那现在看到这位枪友的东西掉了，他也做一个折返动作，结果又停住了。这边真的可以证明 Air2 的智能跟随没办法跟随到折返跑的动作。好，那我们现在又来重新追踪一次，看看除了折返跑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情形它会跟丢。那刚刚那个飞的动作，我当下看到真的有吓到，以为会撞上，
因为前面有自动避障的关系呢，所以就很顺利的通过去了。现在看到测试的往前跑了，第一棵树通过。OK， 第二棵树跟货柜也通过了，很好，这边也顺利通过。好的，那因为这边藤蔓太多了，所以自动避障感应到没办法通过，但是人物还是有追踪到的。现在看到 Air2 还是有在追踪他的目标。那这边呢，后置的时候我才发现目标进入货柜的时候还是有在持续追踪。可能因为这边障碍太多了，所以 Air2 没办法自动跟随目标出来。好，那这边测试结束，接下来就是换追踪我，看看除了上述几个无法追踪的状况呢，还有什么原因它会无法追踪 ？OK， 这边一切正常。好，这个货柜通过。好，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当我90度转进货柜的另外一边的时候呢，它就无法继续追踪了。所以之后要拍摄的话呢，这个动作也是尽量避免。OK， 好，那这边测试基本上都算一个完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回到棚内吧。好的，那经过以上的测试之后呢，我觉得这台 Air2 呢，对我们生存游戏玩家的要求好像没有那么的理想，因为我很多次拉拉在跟我的时候呢，跑一跑就很担心他会去侧面拍我的时候会撞到一些树啊或是什么的。再来呢，就是刚刚影片有看到他在追我的过程当中呢，只要我进入货柜，然后转角那一刹那，他没有拍到我，大概差不多3秒以内没追到他，就定在那边，然后就不会再去找我在哪里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智能跟随系统应该要再更进步一点。虽然它是有智能跟随系统，只是遇到这种剧烈的动作的时候，可能就追不到了呢。那这一部 Air2 到底适合什么样子的人来拿呢？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这种新手，毕竟我看过还蛮多介绍空拍机的 YouTuber 他们都有说这台 Air2 呢是非常适合新手、初学者入门的一款空拍机。那再来就是想要拍旅游类型的朋友，它的一些动作啊，还有它的一些功能，很适合拍旅游型的 Vlog 或者是一些场景。而且它的智能跟随系统呢，不只可以追人，它连车子也可以追。对，目前就只有人跟车子，那其他就没有了。如果你要追火车，也没办法追直升机，更没。但是这样子我觉得应该就够用了。如果拍一些风景的话，其实用这个的话就很方便，小小一台，方便好携带，而且所需的重量也不会太多，也不会占你的行李箱的很大的空间。那未来如果有一种空拍机呢，它推出来呢，它是全避障，并且它的智能跟随系统可以更加的提升的话，我就可能考虑买了哦。毕竟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很讨厌打到一半你要回头注意一下你的空拍机在哪里万一没跟上，我就跑回去又要再控制遥控一下。而且之前我在打的时候就做这个测试，发现跑到一半空拍机没有跟上我，然后我回去再调的时候我就被打了。对，从头到尾就只要顾着空拍机就好，没人玩。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顺便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通知。另外我的 IG 跟 FB 呢也帮忙按赞跟追踪起来如果你有任需要私讯我的话呢，在 FB 跟 IG 也可以私讯我。好，就这样子，我是阿乐，下次见，拜拜。